配有消息，最近美国联邦航空局针对波音737 MAX 客机发布了紧急检查建议，要求检查位于机尾的方向舵，说有被卡死的风险。有朋友问，这是否会导致波音737 MAX 再度停飞呢？中国民航一向最注重飞行安全，这次会否再次带头停飞呢？我们简单研究了下这个问题，发现该项检查其实并非只是针对波音737 MAX， 也包括部分737NG 飞机，主要是波音737-800。上次737 MAX 全面停飞的时候，中国国内有97架737 MAX 8，现在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132架。如果再包括几十架737-800的话，要全部停飞，动静可能还真有点大。这次事情的源头是今年的2月份，一架美联航的737 MAX 8在纽瓦克机场降落时，发现方向舵不起作用，因此机长被迫使用前轮控制方向。这样做难度很大，也很危险，因为飞机接地的几秒内，前轮通常还在空中，还不起作用，而且前轮操纵不如舵面灵活有力，飞机容易偏出跑道。但幸运的是，他成功了，机上的人员安全，飞机也没有损坏。事后调查是由 NTSB 和供应商柯林斯公司共同开展的，他们经过多次实验后，怀疑因为密封轴承安装不正确，在受到湿气影响的时候，在寒冷天气下结冰，导致了方向舵无法伸展，或者是无法伸展到位。此外，还有报道说，问题并非在于传统的舵面控制系统，而是一种类似于自动驾驶的新型辅助装置，但它与传统舵面系统啮合，所以就算不使用，也会影响舵面功能。飞机的方向舵非常重要，虽然它在空中使用较少，但是起飞和降落时被用来保持方向，就像是汽车的方向盘。特别是侧风降落的时候，落地后要立即踩舵，才能使飞机扭转机头对准跑道滑行。很多乘客在接地后感到被甩过来甩过去，那就是飞行员在用力踩踏脚蹬控制方向舵。现在已经查明，柯林斯公司共向波音公司交付了353套这种设备，交付工作从2017年的2月份开始，因此可能已经全部都装在了飞机上。至于这些设备究竟安装在了哪些飞机上，可能要等波音公司查清楚之后逐一公布。这件事情比较紧急，所以 FAA 发布了紧急安全建议。但这件事情显然不可能引发大面积的停飞，它的影响面不大，涉及到哪一架飞机停哪一架飞机维修就好了，没必要一个人得病全球吃药。咱们之前多次说过，航空业是实践出真知的行业，飞机在全生命周期内都在不断的完善。针对遇到的问题，民航管理部门、生产制造厂商都会发布大量的适航指令、技术通报等等，有些听上去更吓人，但是飞机只要及时按照适航指令、服务通告修正，都不会有大问题，或者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大问题发生前或者在扩大发生前被及时发现修改，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